大唐永兴军制置使外臣李元清参见大王。使君来此，是为了国家，还是为了生意？为国家，亦为生意。大王不能卖。吴越祖训：谨守臣道，善事中原大国。而今赵官家有南征之意，而国中却卖战船于南唐，有悖臣道，有违大事。若遍经天子，问罪于大王，大王当何以自处？阿俊也说说。回禀父王，两国相争100年，仇仇如渊，波涛之上，战船是输赢，是胜负，更是国运，岂有将国运拱手让人之理？阿平怎么看？回禀父王，儿臣不知。你自然不知，如此大事，亦不用你知，随便说说即可。敢问那位使君出了什么样的价钱？大郎兄，在百人之走葛，银券1000两匹；在百人之蒙冲战兆，银券15000两匹。至于可在300人以上的斗舰，银券10万两匹。敢问相公，国中新造战船未与列装者，得有几何？自去年正月至今，新造斗舰8艘，其中战兆60有7，其余飞索走葛，计略不详，200、300艘总是有的。大伯父，那是为国中水军所造，用来替换老旧战船的。世子说的是。父王，儿臣不知那些替换下来的老旧战船，依例如何处置？你说该如何处置？大郎兄的意思是，将那些替换下来的旧船折价卖与南唐。儿臣认为，可以不折价。难道旧船也按新船的价格卖？谁说那些是旧船了？刷些漆上去，颜色弄得鲜亮一些，连同南唐水军的旗号、金鼓一并与它配齐。一艘花团锦簇的蒙冲战兆，让他拿3万两匹银券来换；另一艘崭新的飞梭走葛，值上个3000两匹，也不为过。至于巨舟斗舰，更是有价无市，天底下没处买去。30万两银券的价格，是断不容他商量的。父王，我儿会当家。动了。没动。动了。哎，父王，母妃。来，准备的如何了？父王，真的让儿臣去与他谈。阿平，你父王是个坏人，年轻的时候啊坑过人一刀，如今又叫你去坑人一刀更狠的。知道该如何与他谈吗？难不成真的那般去谈？儿臣在殿上都是浑说的，当不得真。
军国大事，确实不当如此儿戏。该你了。价钱便按照你说的定吧。不过，姑不要银券，让李家拿粮食来换。诺。吴越鼠辈欺人太甚！陛下，臣有一计，可两全其美，更可使吴越前世自食其果。说来，前9要粮，是因为此番不独我大唐深受水患之苦，吴越国中亦受其灾，受灾州县人口，怕是倍于我朝，故此不要金帛，而要粮食。实在是国内缺粮，饿殍遍也。这才借我朝买船之机，大行勒索，为的是解自家之危。既如此，陛下可将计就计，先将粮食与他，催其交割战船。 7个州，20几个县，10几万的灾民等着赈济，府库中的存粮都拿来换了战船，朝廷难道要看着灾民活生生的饿死吗？陛下，可敕令与吴越援边州县打开关卡，放灾民南下就是。陛下不可。 陛下，民乃国之本啊！辽遣都驻地就在太湖西侧，可以就近设一处关卡。对，入卡的轻壮可以先发去挖红泥，以工代赈。2万斤给一亩地光考试，仅此一处每日也有干粮传达灾民不下万数。大王，先生免礼，都准备妥当了。 苏州、湖州、衢州，共计16处关卡，沿途设了238处战棚，抽调了8000镇兵和2800名胥吏，由中书及州县112名各级官吏统领提调。自浙西营田司调拨了15万斛粮米，每处战棚都设有10余处周遭，并备有衣饰和各色药材。 多糜费些粮米，亦不打紧。务求有序啊！相府也发下了札子，将这桩差事纳入精遂考绩，各官所辖若能不死一人，即为上重。上，大王，朝廷故事，凡所考绩上者，力不受人，上中已是极美。我知道。 若能不死一人，相府录考绩为上；后缺者，就地补官；时任者，则进品质一级。可，咱们缺人口啊，沈兄。臣明白。说起来，算是一军13州86县，可论及丁口数。 却连中原的3、5个大郡都不足啊！想明白了吗？父王这笔生意，不只要南唐的粮。你记住了，民为国之根本。 所有人排成2队，排好队，不要在此停留，领了吃食，接着往前走。不要在此停留，领了吃食，接着往前走。排好队，头站在5里之外，头站在5里之外。
来，大家排好队啊，在前面领卒。跟大家说一下啊，一户领一根，只能领一根。一户最多领一根，不要多领。一根签就是10亩田。哎，不要急。到了台州，今岁有田，明年起屋。天王有教，3年之内捐赋钱粮，全免。吴越核心腹地，地势平坦，土壤肥沃，且雨量丰沛，尤以水稻种植，素为鱼米之乡。此区域远离与邻国的冲突前线，相对安定，安置灾民于此垦植，既解决其生计之困，促其发展，亦加速吴越核心区的开发，充实国力，巩固统治根基，可谓一举多得。6月，免泽州、潞州诸县田租池，丁夫给付3年池。迁工部侍郎爱颖，祭拜后周太祖松陵，世宗庆龄敕。8月命宰相岛屿敕，还有总计多少道制敕？自建隆元年正月至乾德4年9月，计6年有8个月，36道制文，216道敕书，占制敕总数70%。阿平以为如何？儿臣在元帅府随慎夫子整理历朝诏令，自唐僖宗乾伏元年至周太祖广顺3年，历6朝14帝，88年间所出制敕，涉及如上数事者，总计不过85道，不及当今天子在位6年的1/3。比及世宗呢？前朝世宗皇帝御及6年，涉及民生诸事制敕，亦不过116道，不及当今天子6年以来的半数。涉及治军、任将、征伐的制敕有多少？当今天子5人出身，然涉及治军、征伐的制敕，6年以来总共不过28道。不及总数的1/10。你怎么看？阿爹与当今天子相交于微时，对其为人秉性所知远过于儿臣，儿臣不敢妄言。怎么想的便怎么说。穆妃，当今天子治国究竟如何，尚不得而知。然就这些制敕而言，至少天子很努力。你与你阿爹说话，何须这般小心？穆妃，我想，阿平的意思是，他是不是好人不知道，可他是个好皇帝。阿平不知道的，你却是知道的。哼，我从来都不知。他那般纵意的一个人，做了皇帝，竟也如此婆婆妈妈起来。这做皇帝的，不该如此吗？老子曰：“治大国，若烹小鲜。”大平说的对，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，可至少他很努力。国难当头，老将军倒是睡得踏实。臣上了年岁，人老较多，请陛下恕罪。宋国立兵秣马，群臣惶然。
没有老将军能泰然安睡，可是有什么扶危救难之计？臣有上中下三策，为今之上策，请陛下清理土地、军民、钱粮，造册明白，据30州之地，已归宋国，使宋主兵不血刃，抚定江南。老将军的上策朕明白了，却不知中策、下策又如何？坐以待毙，不如先发制人。龙翔军成军已有2年，宋军水师舰船皆在江陵。臣愿效吕蒙白衣渡江之计，提调龙翔军，溯流而上，乘其不备，一把火将其周阁焚毁于水寨之中。龙翔军乃是国家在长江之上的凭据，失了龙翔军，朝廷便失了长江之险。亡国之危顷刻眼前，朕不能拿着整个国家去冒险，却不知老将军的下策又是什么？下策便是割让江州、洪州等江右诸州，与东南钱氏联吴越以抗赵氏。为何是江右诸州？不应该是润州、常州、苏州吗？割地联吴越，陛下早就想过了。陛下为什么要割让润州和苏州呢？几十年来，两国交兵，反复争夺的便是此3州之地。你来我往多少年，这3个州都已经打残了。朕想着，若是那吴越肯要，索性就便与了他。为什么会几十年来征战不断？因为那是国家东面的屏障。此3州一旦失了，吴越兵船逆流而上，一昼夜便可兵抵江宁城下。届时，宋军在西，与我大军相峙。前王亲提一羽之师，从背后偷袭金陵，陛下和城中的宗室公卿，顷刻间便要死无葬身之地了。所以老将军才谏言于朕，要割让江右诸州。宋国水军自江陵顺江而下，首当其冲的便是江州、洪州等江右诸州县。这些州县早就被宋主和宋军视为囊中之物。一旦吴越兵马进驻这些州县，钱氏与宋廷之间必生嫌隙。到那个时候，就是吴越的水军顶在前面，龙翔军和朝廷大军可伺机而动，进可坐收渔翁之利，退一步时，坐观成败之机。老将军，这才真的是谋国之言。老臣不敢当陛下之谬赞。老将军不要谦虚，朕这便赐老将军以节钺，兼奉化、镇南两军节度使，出使吴越，效孙刘之故事，成两国之盟好，奔抗保宋。国家有难，老臣勉力而为。随军粮秣甲仗器械诸事，由谁总领提调？大王，此乃国战，万事皆需小心。臣当亲任深州东南面行营都转运司大使。相公这个大使是要坐镇中枢的，还要有一位行事妥当的随军副使，处置前方庶务。臣以为大郎君可为副使，随侍大王左右，提调军钱、粮秣、甲仗、器械诸事。允了。儿臣奉教。
大王，臣以为大郎君臣义明锐，有大王救世之风。参与大政以来，处事亦多妥当，宜坐镇西府，行监国之事。至于副都转运使之职，不如让世子历练一番。西府王都有沈兄坐镇，用不着什么老世子监国。以大郎为军前副都转运使，就这么定了。哼，这李元清又来了。是涉两国邦交，该有的礼遇不可废。大郎提姑去见见他，看看他有什么说法。见机行事，懂？儿臣李惠德。贵主欲与我王盟誓。正是。吴越国有定制，前世亦有祖训。勤修共事，尊奉天子，善事中原大国。贵主之请，请恕我大郎君的心胸与谋算，老夫领教过了。这些场面上的话，便不必再多说了。左右此事，大郎君也做不得主。郎君只需将老夫待我主提出的盟约之条款回禀你家父王即可。请太尉试验之。若能相约为盟，我主愿遣子入至杭州，再割江州、洪州等江右6州与吴越，以示盟好。太尉，当我父子是傻子了？此事成就与否，皆需你父王定夺。你只需原话回禀便是。若是庞氏，确需父王独断。若太尉只有此番说法，晚辈现在便可告诉太尉，万万不能。若太尉与贵主能允晚辈一试，盟约之意，晚辈或许能向父王试验之。不知郎君所言何事啊？若贵国能与我国300万斛粮米，盟约之事或许能成。你是怎么想的？就算他天生痴傻，也不至于被同一个人连骗2次吧？李元清自然是不会再上当，堂主却未必。大郎君，这不是会不会上当的问题。南唐国中5年内遭了3遭水患，为了筹募龙翔金损失，府库存粮弥耗一空。再加上因水患灾荒失地失产的饥民，大多流入吴越州县，前后积达15万之众。民为国之本，更是税之源，失民则失财。接连5年税赋锐减，只怕他李氏再愿意上这一次当，也没了这上当的能力吧。诚如相公所言，如今的南唐国中，必然是拿不出300万斛粮米来的。俗谚有云：“上天要价，落地还钱。”向南唐使节索要粮米之事，不过障眼法罢了。儿臣真正想要的，其实是崇明镇。崇明镇，名为军镇，然而实际不过只是2处露出水面的沙洲，地处海口，大多数皆为浅滩，四周海路、航道虽宽阔，却过浅。
只能行些小舟走葛。大多数稍大些的海船进来，顷刻间那是要触底的。早年黄龙岛和秦淮社划分商路，便是以崇明为界，实在是因为江船行至与海船行至不能互通。崇明以西，只有江船能够通行；崇明以东，只有海船能够通行。崇明，鸡肋之地，吴越要之何用啊？于军事或许无用，却可以用来屯粮。为何要在崇明屯粮？大唐不曾领过兵，若要北上取江东三州，粮道转运需要走陆路，在固郡沙屯粮，是将粮道置于敌境之内，既不得用不说，郑彦华的镇海军和杜真的江阴军，只需一道偏师顺江而下，便可将崇明岛上的粮食一火焚之。崇明屯粮，为的不是江东三州，对吧？是。父王明鉴。大郎打的是江东江阴军的主意，但你能想到李元清那等老江湖未必想不到。你去要，他便肯给吗？儿臣去要，李元清必然是不肯给的。然则若阿舅去要，说不定是肯的。哦，我395，370。阿娘，对不上啊。对不上，便是有人弄鬼。这些契书和货单上都是阿舅居名，总不成是阿舅自己骗自己吧？那自然不会。可确实对不上呢。那便是你自己算错了。没错啊。阿娘，你看，契书上约定的总货值是3600名，可货单上依照货物种类、数目和单价算出来的，却是4670名有余。这一单生意便亏了接近30%。契书是与谁家签的？买家是平安京元氏社的藤原月明。一名多少文？770文啊。平安京一名多少文？啊？是了。平安京一向尊奉大唐，行的皆是一名1000文的旧制。哦，原来如此，这就对了。你父祖皆信钱，你若是在钱币上这般糊涂，让外人说了嘴，辱没了家世名声，难免有虎父犬女之忌。我又不要做你丈子。你再说一遍。女儿什么也没有说呀。世子安康。阿娘，阿俊来了。母亲可在？在呢。让他进来吧。母亲安康。阿姐辛苦。确实辛苦。琉球的天尊王进了一只五色海螺，说是能吹出宫羽之声。小弟特意寻了来，以贺阿姐2酒之臣。却在何处？还不将来我看？放在一边，你为国家世子，此玩物丧志之举，可一不可再。是，谨遵阿姐面会。乏了，出去走走，松松筋骨。儿子侍奉母亲一步。宫室事务繁杂，母亲劳神费心过甚了，还是要多动动才好。
觉着你阿爹偏心了？儿子万万不敢。你是儿子，他是你阿爹，有什么不敢？儿子是吴越世子，一言一行，皆不敢忤逆为敌。你这些场面上的言语，留着跟外间说就是了，不必拿回自己家里来讲。你阿爹平日呢忙着朝事，用在你们兄弟上的心思本身就少。你若有什么想法埋怨，不与他说明白，等着他自己在那儿又猜又想，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这般的日子久了，父子之间没有嫌隙的，也要凭空生出嫌隙来。父王弑君，雷霆雨露，儿子拒不敢抱怨。你呀，想差了，也想小了。元相公故去以后，老臣们凋落得七七八八。沈相公看着身子结实，实则比你阿爹大20多岁，如今也是60多春秋的老人了。这天下汹汹，纷扰未止，这朝事啊，总要有年轻人担起来。我知道。阿平入朝呢，比你们兄弟早了些，如今又入了相府，正经参与政事了。你们兄弟看在眼里，这着急呀，心里不平，倒是寻常事。儿子倒无不平之意，儿子只觉得不能为父王分忧，眼见着大郎兄功业比比，这才心生愧疚，想要略尽绵薄之力。与你说话真费劲，你这说来说去的。不就是想要入朝吗？你想入朝，想做事儿，这是好事儿。自家儿子想要有出息，当爹娘的只有欢喜。你放开胆子与你阿爹直说便是了。阿娘，儿是世子，身在贤继之地，这有些话，阿娘能说，大郎兄也能说，儿子却是说不得的。你今儿就是把主意打到老娘身上了，是吧？罢了罢了，我替你说便是了。你阿爹是个爽利人，我生平也最讨厌那种瞻前顾后、黏黏糊糊的性子。你这是随了谁了？便知道还是阿娘最疼我了。